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一个心态好的女人往往有这4种习惯，有一种就很好命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英国作家狄更斯说，一个健全的心态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。人生海海，山山而川，拥有什么样的心态，注定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。道德经中也说，笑看风云淡，做对云起时。良好的心态能重塑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让我们在平淡中发现生活的韵味，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幸福的滋味。即使面临突如其来的风暴，也能保持坚韧与乐观。这样的女人方能活出真我风采，活得自在不羁，最终实现生活的圆满与幸福。好心态的女人都有这4个习惯。不焦虑才能守得花开月明。哲学家泰戈尔说，即使向着空谷呐喊，也要等一会儿，才能听见绵长的回音。那些被过度焦虑所困扰的女人，常常急于寻求反馈，她才刚刚迈出步伐，便心怀忧虑，左右为难，在犹豫与徘徊中耗费时光，最终一事无成。看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，一个女人早晨刚刚种下一棵花，就迫不及待地想象着看到花开的美景，等了半天愿望没有达成，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担心起自己的花会不会被邻居破坏或偷走。当前往市场采购日常用品时，街道两旁鲜花店中五彩斑斓、竞相绽放的花朵更是触动了她敏感的心。她不禁将自己的花苗与之相比，顿感自惭形秽，心中充满了挫败感和自卑感。到了晚上，她又开始担忧起那株尚未破土而出的花苗会不会遭遇不测，会不会因自己的疏忽而永远失去生长的机会。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如同巨石压在她的胸口，让她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可见，当我们过于关注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，或是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时，就很容易陷入焦虑的漩涡中无法自拔。这种焦虑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判断力，还会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敌意和不满。稻盛和夫说，这个世界上极亏本的事情，就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担忧，为自己想象的结果而焦虑。太多事想要慢慢来，越是有耐心，越会守得花开月明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，让自己停止内耗，告别焦虑，富养内心，才会让自己活成最佳的状态。不生气才会越活越迷人。有句话说，如若你本身是正确的，完全没必要生气；若你是错误的，那么你没有资格生气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生气，保持冷静才能少冲动，这样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很多时候，你原谅了别人，其实也是在原谅自己，自己心里也会更舒服。小区里住着一位中年女人，她并非那种令人一见倾心的美貌佳人，但她的存在却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，让长辈与心邻都赞不绝口。起初，我并未在她身上察觉到特别出众的美，然而一位阿姨的话语却让我重新认识了她。阿姨告诉我，她的美并不在于外表的华丽或身材的曼妙，而在于她那温润如玉的性情。她对待家人温柔体贴，对街坊邻里更是和蔼可亲，言语间总是充满了理解与宽容。她的笑容如同春风拂面，让人感到无比舒心。记得有一次，她精心挑选的新衣刚穿上身，正准备出门，却不料被3楼王奶奶随手扔下的垃圾误伤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尴尬，她非但没有丝毫责备，反而以一颗宽容的心体谅王奶奶的不便，并主动提出帮助她处理家务。这样的举动让人很是意外。又有一次，当她正忙于撰写工作报告时，
楼下的邻居不慎将电表线头弄断，导致家中突然断电。她没有抱怨，而是平和地安慰邻居，并耐心等待维修工人的到来。她的这份从容与淡定让人深感敬佩。在她看来，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各种意外与挫折，面对这些无心的过错，与其大发雷霆徒增烦恼，不如以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与理解。这样不仅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份好心情，还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与自在。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品质，让她在小区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尊重。真正心态好的女人，总能在生活中保持淡然，即便是风雨交加，亦不轻易动怒，因为这既是对自我的无谓消耗，亦是不负责的表现。在怒火即将涌动的瞬间，她们往往能提醒自己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般糟糕，很多时候不过是情绪在作祟，让我们深陷无端的忧虑之中。古人有云，百病生于气。长久以来，若我们总爱让怒气占据心头，必将对身心健康造成深重的损伤，令面容失色，难以赢得他人的喜爱与尊重。既知生气唯有避而无力，我们更应明白，一旦沉溺其中，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，只留遗憾与悔恨。唯有真正学会了控制情绪，才能拥有更高的人生境界。在宁静与平和之中，笑对人生百态，如此方能越活越迷人。3. 不自卑，才会越走越远。康有为写过一句话，自强为天下健，志刚为大军之道。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之旅，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丰饶与荒芜。面对这些起伏，我们的态度将决定最终的归宿。自强之人勇于直面挑战，无惧风雨，勇往直前；而脆弱的心灵则会因困境而停滞不前，陷入无尽的忧虑之中。拥有良好心态的女人，无疑是自强的典范。她从不刻意贬低自己，而是欣然接受自己的全部，与最真实的自我为伴。这样的态度使她摆脱了自卑的枷锁，脚踏实地地迈向未来。不自卑的女人并非完美无缺，只是拥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，自我认知与接纳。她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却从不因此嫌弃自己。相反，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学习，不断提升自我，弥补短板。正是这样的过程，让她收获了前行的勇气和自信，最终活出了自己渴望的模样。乒乓球冠军邓亚萍，出身乒乓球世家的她，身高仅155厘米，在高手如林、巨人林立的赛场上，这一身高并占优势。在每一次激烈的选拔赛中，当周遭的目光与言语都在无形中提醒她，你不够高，不够强，但她的内心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。她深知，在乒乓球的世界里，身高并非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，而速度、力量与技巧的结合，才是通往冠军宝座的真正钥匙。尽管多次因身高被质疑不适合成为顶尖选手，但她并没有放弃。她每天坚持超过8小时的刻苦训练，不仅让她的球技日益精进，更让她的意志变得坚不可摧。为了弥补身高的不足，她在脚下垫上木板，以增加击球时的高度。终于，在1991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，年仅18岁的邓亚萍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，横空出世。她凭借着惊人的速度、无懈可击的技巧以及顽强的拼搏精神，以一匹黑马的姿态勇夺女子单打冠军的桂冠。这一胜利不仅为她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与赞誉，更让她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与榜样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邓亚萍更是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坚持，连续8年稳坐世界排名第1的宝座，创造了乒坛前所未有的辉煌纪录。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在不完美的起点上，同样能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真正的胜利不在于超越他人，而在于接纳自我的不完美，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升华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，无需以比较来衡量成功与失败，唯有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，持续不断的自我提升，才是通往成功的正途。这样的女人内心有希望，眼中有光芒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成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。4. 不计较才是好好善待自己。古语有云：河沙果流，非沉淀不能清澈，人生祸患，非取舍不能避之。这句话是说，一条河流不在乎泥沙的掺杂，沉淀之后就能变得清澈见底。为人处事不计较破事的纠缠，舍而远之就能彻底避开。那些真正拥有良好心态的女人，通常不会轻易与他人计较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、认知及思维方式都各不相同，没有必要事事都去在意。过度计较不仅难以改变他人，反而可能导致沟通障碍，形成误解与混乱，最终只会无谓地消耗自己，增添不必要的烦恼。今年3月的一天，我搭邻居小陈妈妈的顺风车一起外出办事。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就像天塌了一样，雨水哗哗地往下倒。开车的时候视线都模糊了，小陈妈妈开车特别小心，生怕出什么意外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我们还是砰的一下被后面的车给追尾了。按道理说，这肯定是后车的责任，对吧？可那司机呢，一点道理都不讲，上来就对着我们大喊大叫，说你们会不会开车啊？女司机就是水平不行，开那么慢还突然减速。听他这话，我都想上去跟他理论一番了。小陈妈妈倒是很冷静，她跟那司机解释说，我减速是为了避让行人，而且我还有行车记录仪呢，可以调出来看看当时的情况。再说这种大雨天，你本来就该注意保持安全距离。可那司机呢，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还是在那里骂骂咧咧，说什么女司机开车都不用脑。小陈妈妈一看这架势，知道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了，就打了个电话给交警来处理。那司机也没拦着，就是还在那里不停地叫嚣，说什么这种天气遇上我们真是倒霉透了，他自己还急着去接人呢。而我们遇上他这样讲道理还愿意等的司机，算是我们的幸运了。我听他这么说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想下车跟他好好说说理，可小陈妈妈却拉住了我，让我回车上去等交警来。回到车上后，小陈妈妈打开了车上的音乐，还从包里拿出了她的电子书开始看。我看着她那么淡定自若的样子，再看看车外那个像落汤鸡一样气急败坏的司机，真是觉得好笑极了。车里面被小陈妈妈调成了一个小小的静谧空间，跟外面的倾盆大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没过多久，交警就来了，经过调查后判定是后车的全责。事情就这样很快解决了。我忍不住跟小陈妈妈说，你心态真是太好了，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能这么淡定冷静，不跟别人争吵，而且还很会享受这难得的等待时光。小陈妈妈笑着回答说，本来也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？如果吵架真的有用的话，那我早就冲上去跟他吵了。你看我们刚刚不是正好可以聊聊天，看看书，听听雨吗？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听了他的话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。原来所谓的好心态不过是懂得，既然我们避免不了事情的发生，那就选择调控自己的情绪。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，在烦恼的事情上多耽搁1秒，快乐的时间就缩短1秒。论语8义中写道，成事不说，岁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人生在世，无需过分斤斤计较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价值观都各不相同。对于那些琐碎的小事，我们无需过于挂怀，
而是应当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与互动中。这样不仅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友谊，还能让这段关系更加持久和深厚。有时选择退一步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人生的智慧，它让我们从错误的纠缠中解脱出来，更加专注于自我成长与善待自己。2. 心态好的女人更好命。1. 心态好，家庭幸福。莫言曾这样写道，让我难以忘却的是，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，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。女人的心态对家庭的影响很大。若一位女人常持消极态度，频繁抱怨，内心充满阴霾，鲜少展露笑颜，这极有可能在家庭中引发连绵不绝的争执与不和，使家庭氛围变得沉重压抑，甚至让原本温馨的家庭变得冷清孤寂。曾经爆红的电视剧《裸婚时代》中，刘易阳和童佳倩是很相爱的两个人。然而，当新生命悄然降临到这个小家，那份曾经无忧无虑的甜蜜逐渐被生活的重担所取代。刘易阳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从职场归来，满心期待着家的温馨与安宁，却往往迎接他的是童佳倩的满腹牢骚与不解。那些琐碎的日常，那些育儿的艰辛，像是一座座无形的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于是抱怨与质问成了他情绪宣泄的出口，甚至有时愤怒的火焰会点燃成激烈的争吵，让家的氛围变得剑拔弩张。初为人母的童佳倩面对角色的突然转变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她努力适应着，却总感力不从心，心中的挫败感与日俱增，渐渐地将她的心态推向了悲观的深渊。她开始频繁地抱怨，用这种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压力与不满。殊不知，这样的行为却在无形中拉远了她与刘易阳之间的距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些曾经让他们心动的浪漫与激情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渐渐褪色，爱情的甜蜜被婚姻的琐碎所吞噬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最终，他们还是未能逃脱现实的枷锁，选择了以离婚的方式为这段曾经美好的感情画上了句号。一个女人的心态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幸福。心态阳光向上的女人，能够以其乐观的态度，为家庭注入无尽的欢笑与温馨。她们是家庭温馨的守护者，将居所营造成为心灵的避风港。无论遭遇何种挑战，她们都选择以积极的姿态面对，不抱怨，与家人相处和谐与惬意。2. 心态好的女人，容貌更美。俗话说，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外貌与思想密不可分。心态不乐观的女人，脸色阴沉，情绪低落，整个人充满戾气，看上去老气横秋，很不招人喜欢。但心态好的女人往往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她擅长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，用一颗平和从容的心去应对那些琐碎的日常小事。一大早，朋友月月发了社交动态，写道：我不胖没病，有工作有朋友，家人平安健康，6月要去国外进修，生活简直不能更好了。照片上的她甩着马尾辫奔在跑道上，扬起的脸闪着肆意的生机。配图之中，月月身着轻便的运动装，马尾辫随风轻扬，在晨光微露的跑道上奋力奔跑。我留言：爱生活的你，无论身在何处，以何种姿态出现，都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与光彩。你的笑容是对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回应。然而，在众人眼中看似无忧无虑、幸福满满的月月，其实曾经历过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。父亲的突然离世，如同晴天霹雳般击碎了他的世界。男友的背叛，更是让他在情感的泥沼中挣扎不已。职场上的小人得志，
更是让他深感世态炎凉。这些打击接踵而至，让他的生活一度跌入低谷。但令人钦佩的是，月月从未抱怨，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与磨难。他将签名更改为生活是一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就对你笑，你对他哭，他也对你哭。他就像山中的一株杜鹃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的洗礼，都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。他的笑容更加灿烂，他的眼神更加坚定，他的生活也因为他的努力与坚持而变得更加精彩纷呈。笑容就是他们最好的护肤品，乐观就是保持年轻最好的秘密武器。3. 心态好的女人更健康。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份调查，对700名100岁老人进行了3年跟踪研究，结果发现长寿的人共性只有一个，长寿的秘诀无关饮食，无关习惯，无关养生，而是拥有一个好心态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人类65%至90%的健康问题与心态有关。心态影响情绪，情绪则会影响身体健康。例如，生气时会出现脉搏、心跳、呼吸加快等症状；忧伤时会使食欲减退；恐惧、说谎会使中枢神经紧张；长期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，则会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和摧毁。网上曾经有个问题，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有个回答是养心，深以为然。养好你的心态比任何养生都有用。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有2位女士在同一时期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。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一位女士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缓解，而另一位女士却不幸离世，墓碑周围已经长满了绿草。幸存的女士觉得她的康复与积极的心态密不可分。在经历手术和化疗之后，她开始精心调养身体，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插花、园艺和瑜伽，同时坚持每天傍晚散步40分钟。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大为改善，步履轻盈，精神焕发。另一位女士则不同，她在得知自己患病后，情绪低落，意志消沉，每天都在忧伤和恐惧中度过。人生当然不可能一直没有负面情绪，但关键在于调节，不要让自己长时间沉浸在低迷情绪之中。拥有好心态，才有好身体，才能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。喜欢这样一句话：草木荣枯自有时，万物从容皆自得。若想活得充实而自在，就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。这样的心态能赋予我们洞察生活的智慧，使我们明辨是非，避免自我困扰，从而享受更加惬意与自由的生活。余生，愿你能持续保持这份美好的心态，与内心的宁静、和平和相伴，与积极乐观的态度为伍。如此，您便能悠然自得地观赏云卷云舒，静谧地聆听花开花落，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